整天要死。如果我想死，我马上去死啊！为什么港式恐怖片能成为统治几代人的童年阴影？说白了，当年的香港对于恐怖片完全是没有任何限制，这也让众多导演放飞自我，拍的片子也是一个比一个炸裂。而这部26年前上映的《炭烧凶咒》更是颠覆传统恐怖片的套路，主角一共就6个人，竟然没有留下一个活口。当年看完这片，导致我每天晚上都要检查煤气罐有没有关好，全网都说手机电量带7的时候肯定能刷到恐怖片。其实那只是概率问题，要我说只要你的手机电量带5，就肯定能刷到一部大尺度的童年阴影鬼片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马上开始。眼前这个女人就因为跟老公吵架，结果直接把自己关在屋里，门窗封死，点上炭火，摆好造型就躺在床上等死。大家都知道，煤气中毒就是一氧化碳中毒，燃气没烧透会产生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，能在短时间让全身缺氧，脑子心脏最易受损，严重直接丧命。此时腰间那个传呼机响了一遍又一遍，他连看都不看一眼。等到10天后亲戚上门才发现人已经熏成腊肉了，你说这得有多大的怨气？紧接着镜头一转，在一家报社里，几个年轻人正对着报纸上这条自杀新闻指指点点。我这要是那个姐姐该死啊！是啊，我也觉得他该死。真是不想说的那句也说出来了，就算他回来找我也这么说啊！他该死！几个人说的正起劲，突然一个拿报纸的男人走到他们中间，左看看右看看，把几个人看得浑身发毛。这人就是春哥，天生阴阳眼。他盯着那2人中间的空位，嘴里还嘟囔着：大家不要动。怎么撞到了不好吗？你闪一闪，闪一闪。啊不，那边，不是那边。走了，没事了。这里怎么那么多呀？同事们当场就炸了，你见鬼就自己见，别往我们这儿带啊！可春哥压根不当回事儿，说自己见鬼就跟见人一样，早就习惯了。就这么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，其实已经埋下了整部电影的祸根。因为那个自杀的女人怨念太重，死后直接变成了厉鬼，而春哥他们这帮人嘴上根本不积德，背后说人家该死，刚好触了眉头。没过几天，公司就组织团建，6个人一块就决定去一个新开的度假村。春哥的女友万绮雯演的家宝老跟他因为见鬼这事儿吵架，长毛和潘妮这对偷情组合一路上眉来眼去。另外还有公司的前台马姐和她的闺蜜阿森，纯粹是来凑热闹的。坐船上岛，一切都跟正常旅游没啥区别。可就这房子建的怎么看都觉得有点说不出的奇怪，说白了看着有点像纸扎的一样。进了度假屋，几个人各自安顿下来，春哥刚准备带着女友去挑房间，结果一个电话进来，客户要签单，他二话不说答应明天赶回去。家宝当场就炸了，你小子脸是会死啊！不会，可我真的很忙嘛。走开了！结果2人又开始冷战。家宝赌气不让他进房睡，他倒也干脆转身就跑去找长毛和潘妮偷看人家谈恋爱。这2人正腻歪呢，突然看见春哥在门口鬼鬼祟祟，吓得够呛。结果春哥根本不是来看他们的，原来他是又看见鬼了。说情话，有什么好看的呀？喂，你又看见什么了？光天化日不会那么恐怖吧？哦，外边阳光太强，想来凉快一下。进来吹吹冷气罢了，没事的。没事，你过来住。你这么一说，叫骗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住？嗨，人不犯鬼，鬼不犯人，每个人身边都会有的啦。说完拍拍屁股走了，留下长毛和潘妮在屋里面面相觑。可更邪门的是，长毛的传呼机突然响了。不要怕，那是靠近。怎么这样？是不是这里接收不太好？咦，我也是。屏幕上显示一串奇怪的乱码，他赶紧打去传呼台查，结果那边接线员的声音却越来越不对劲。喂，请问贵姓找 DJ？ 查扣密码888，密码不对。怎么搞的？明明是这密码，怎么会不对呢？真的不对呀！叫你主管来。你叫主管来也没有用，你记错密码了，先生。让我试试看。机主副台，密码是……密码不对，打上来干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后台不是让你们打电话来玩的，你们真的很讨厌，去死吧！说完就把电话挂了。
长毛和潘妮吓得脸都白了，刚要跑，又被春哥堵在门口。可春哥根本不在意，这样都怕，证明你们俩心里有鬼啦！一天到晚都怕啊，逛街也怕，回公司也怕，回家也怕，在马路被人多看两眼也怕，连打电话给对方都怕。喂，不行啊，这样。下午几个人去沙滩玩排球，春哥坐在旁边看着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看见炭火里冒出一个鬼影，围着几个人转圈。紧接着又看见众人惨死的画面，他吓得一把掀翻烧烤架，众人以为他又发神经，谁也没当回事儿。但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这次看到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晚上围着篝火烧烤，家宝又跟他吵，都是你在无中生有，我看你回去啊，最好找个医生看看了。老是说自己阴阳眼，一下看到这个看到那个，我就说你有白内障，这世界哪有鬼呀？春哥说这次是真的有问题，最好马上走。不如我们走吧。3更半夜要去哪？没骗你，我平时看到的跟今天下午看到的不一样。可是我又没办法告诉你们是怎么样的。反正你要去看心理医生啦！家宝气得不行，直接当场发飙了。他是超级铁人嘛，连心都是铁做的，如果死了还不会理我的。又要死啊？这样也要死？那去死吧！戴子轩，你说的，我死了你不要后悔。整天要死，如果我想死，我马上去死啊！结果这话刚一出口，篝火突然炸了一下，下一秒春哥又看见了众人惨死的画面。紧接着他自己的传呼机也响了，诡异的是上面直接显示他的死亡时间。这下他彻底慌了，让所有人赶紧收拾东西走人。万万没想到，等他上楼去叫家宝的时候，他自己却再也没出来。几个同事在楼下等半天，不见他人影，上楼去找，敲半天门也没反应。长毛一脚踹开门，眼前的一幕差点没把人吓死。春哥直挺挺地躺在床上，皮肤发紫，眼睛冒着绿光，而旁边放着一盆烧得正旺的炭火，他竟然自杀了。家宝冲进来抱着他的尸体哭，可人已经凉透了。长毛赶紧报警，警察明明说15分钟就到，可众人足足等了2个小时，却连个鬼影都没有见到。再打电话过去，更诡异的事情却发生了。警察局啊，你们怎么搞的？又说15分钟到，现在已经超过2个小时了。我们早就到了。这么离谱的谎话你也说得出来？我们一个警察都看不见。让你们看见，我怕吓死你们。话刚说完，马姐在门外突然尖叫起来，几个人冲出门一看，原本3栋度假屋，现在只剩他们这一栋孤零零的杵在那儿。这下所有人都慌了，这地方邪门到家了，他们再也不敢待下去。就在几人手足无措时，旁边刚好停着一辆越野车，长毛果断砸碎玻璃，一脚油门就往码头开。结果刚走半道上，一只蝙蝠突然钻进阿森的衣服里，吓得他在后座吱哇乱叫。最后拖了个精光才赶走这个玩意儿。好不容易安抚好情绪，继续赶路，结果遇到了一个岔路口，几个女人七嘴八舌争论该走哪边。长毛被吵得头都快炸了，只好随便选了一条开过去。结果开了半天，前面出现一束光，几人终于看到希望了。可殊不知更恐怖的还在后面，他们还以为快到码头了，靠近一看，几人瞬间吓尿了。是我们住的那间房子吗？原来又回到了那栋度假屋，几个人吓得掉头就跑，不知跑了多久，又回到岔路口。这次长毛选了另一条路，结果没开几米，车子突然像撞到了什么东西。长毛想下车查看，刚开门就听见车底下传来嘶吼声。他吓得赶紧上车，一脚油门踩死，车子冲了出去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黑暗里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正死死盯着他们。又开了半个小时，前面再次出现亮光，结果这次总算不是那个诡异的度假屋了。原来他们来到码头附近的一栋民宅，几个人总算松了口气，想进去借宿一晚，天亮再离开。结果刚靠近，屋里的灯全灭了。
关好关灯睡觉。长毛硬着头皮刚准备上前敲门，结果突然出来一个老头。喂，你们干什么？我很穷啊，我没有钱的，你们不要抢劫我，我真的没有钱的，我求求你们。说刚才停电了，出来检查电闸，长毛立刻帮他修好。老头说可以收留他们一晚。几个人终于放下心来进了屋。长毛正想用座机再报警，谁知下一秒，喂，警察局。殡仪馆。怎么了？这不是我们之前度假屋的客厅啊！打住！打住！屋里的布局瞬间变成了度假屋的样子，刚刚那个老头也不见了，几人顿时吓尿了。这时家宝提议，要不咱们上楼看看，万一春哥的尸体不在，就说明这是另一栋房子呢。于是他一个人壮着胆子上楼，刚推开房门，床上果然没人。他刚松口气，可再一转身，殊不知春哥竟然就站在他身后，面无表情地念叨着：整天说死，一天到晚要死，也不知道人家关心你，自己看不到鬼就逼我说没有，那就没有了吗？你看得见上帝吗？那你逼我信？其实我太久不理我，我死给你看。这时候他才明白，春哥真的死了，而且死后还在重复着自杀的过程。可春哥的话越来越不对劲，原来这就是片头咱们看到的那个白衣女人自杀的原因。家宝当场被吓得晕了过去，几个同事上来把他抬下去，结果这才发现又少了一个人，阿森不见了。他们找到卫生间，发现阿森已经烧炭自杀，趴在地上，传呼机响个不停。怎么会这样的？那个柯基啊！但是最死的时候，柯基也想过，什么柯基呀？这时候大家才反应过来，那些乱码短信就是死亡倒计时。春哥死前收到的是晚9点34分，阿森收到的是晚10点30分。他们赶紧把传呼机砸碎，以为这样就能逃过一劫。可就在这时，长毛的传呼响了，屏幕上显示晚11点05分死。长毛吓得把手机也砸了，结果下一秒客厅电话又响了。你是谁？我们到底得罪了你什么？快点出来见我！见我！呆子碎，你在哪里？快点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！大师兄，真的是你啊！大师兄，你在哪里啊？我一直在你们身边，可是没办法跟你们讲话，想尽了方法才打通这个电话。你们听我说，快点走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因为我完全没办法知道它是什么，我只知道它不是普通鬼魂，它好像跟那个红衣服女人有关，又好像跟什么古代人有关。到底它是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总之，快点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可他们刚想跑的时候，玻璃门竟然自动锁上了，拿椅子也砸不开，而整栋房子就像迷宫一样，怎么走都走不出去。几个人跑着跑着就散了，几人分别跑进了一个陌生的大楼里。家宝和潘妮着急忙慌地跑进一间堆满报纸的房间，一看日期，竟然是第二天的报纸，上面赫然登着春哥、阿森、马姐、长毛4个人的死讯，下面空着一个位置。也就是说，6个人里已经死了4个，剩下2个中必须还有一个要死。就在这时候，面前的房间缓缓出现一个红衣女人，就是片头那个烧炭自杀的怨妇。她生前也是因为老公不理她，威胁要死，结果老公一句“你去死吧”，就成了催命符。你跟他说，再不接我电话，我就死给他看。终于打来了吗？挂我电话，还把电话关掉，你是不是真的要我死给你看？这也要死？那你别死了！我就死给你看，我就死给你看。这时家宝和潘妮在电视上也看到11点05分的死亡时间，而现在已经是10点55了。两人拼命往外跑，结果又走散了。跑出来的潘妮撞上了长毛，死亡面前两人彻底放下了道德包袱，抱在一起又亲又啃。可这长毛也是嘴欠，下一句话直接让两人彻底玩完。就算现在马上要死，也无憾啊。我也是。下一秒，他突然被恶灵附身，死死掐住潘妮的脖子，直到把她掐死。清醒后的长毛还没来得及伤心，紧接着恶灵又附到潘妮尸体上，反手又掐死了长毛。两个人就这么互相残杀，双双死在炭炉前。叫我说这俩人也是活该。
与此同时，家宝一个人在屋里乱转，刚走进房间，突然看见马姐穿着红衣躺在床上烧炭，他算是彻底崩溃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回答我！你为什么不回答我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们哪里得罪你了？为什么就是不放过我们？就在这时候，春哥的声音传了出来，告诉他这一切的来龙去脉。能听见我说话吗？你在哪里啊？希望你能听见。我终于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了。这一群冤死人，全都是秦朝时候的学生，他们为了争取正义，反抗秦始皇暴政，最后全都含冤而死。所以他们死了之后，怨气不散，变成一个无形的诅咒。而那天刚好是9星连珠，阴阳颠倒，老公发来的太太别死，到了他那儿变成了死别太太。他一怒之下就割腕自杀，血滴在一块人形炭石上。这块炭石其实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时那些冤死如生的怨念凝结而成。2000年的怨气加上他的血，加上极阴之时的自杀，彻底催化出了一个无法消灭的凶灵。只要有人背后说死者坏话，或者像他一样赌气说去死，就会被这个凶灵缠上，直到真的死掉。原来他们从一开始就触了眉头，看新闻时说人家该死，自己赌气说去死，每一句话都被凶灵记在心里。家宝现在后悔也晚了，春哥让他撑到天亮就能活，可凶灵根本不给机会，直接上了家宝的身，拉着他往炭火里冲。春哥拼命想拉住他，可根本无法靠近。我要你们陪我一起死！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为你的教育。两人一个念圣经，另一个也跟着念，东西方的力量居然奇迹般的结合在一起，硬生生把家宝从鬼门关给拽了回来。转眼天终于亮了，所有人都保持着死前的模样。这时家宝从昏迷中醒来，警察也赶到现场。有人报警啊？对啊，我们报案报很久了。可下一秒，原来那张被折叠的报纸下面展开的话，最后一个就是家宝6个人，一个都没活成。那个警察到底是不是人，没人知道。唯一能确定的是，那张报纸上的死亡名单写全了所有人的名字。我们对别人的苦难指指点点，对身边人的情绪视而不见，随口一句去死吧，很可能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真正的恐怖从来都不是什么千年诅咒，而是我们藏在日常里的冷漠和自私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听雨，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